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种对比视频啊？他们不比游戏的玩法、画面，专门比较不同游戏里角色上下楼梯的动作。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上下楼梯成为了继水体效果物理效果之后，网友们用来比较游戏高低的新项目。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却难住了很多游戏。不少 3A 大作、热门新游纷纷落马，其中又以明朝和绝区零两个游戏讨论度最高。为什么这些游戏里上楼梯的动作如此怪异？为什么在游戏里上楼梯会成为一个业界难题呢？这期视频我就来和大家说道游戏是如何一步一步解决楼梯问题的。在早期游戏中上楼梯其实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卷画面、卷玩法，根本没人会在意上楼梯到底真不真实。那时候的游戏上楼梯主要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翻越型，在很多游戏中都会有一个翻越低矮障碍的功能，比如地面上有一块石头、马路牙子，玩家就可以直接走上去，而不会被卡住。那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当玩家遇到障碍物时，会检测障碍物的高度，如果这个障碍物高度低于某一个设定值，那么玩家就会被直接瞬移到障碍物的顶端，这样就越过了这个障碍。只要我们把这个最大可跨越的高度设置的足够大，那么再高的障碍都可以如履平地。在这种情况下，楼梯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个低矮的障碍物摞在一起，当玩家遇到台阶时，就会被直接传送到台阶上面。那么把这个动作重复联系起来，就会有了上楼梯的感觉。那么下楼梯也是一样的道理。但这种方法的问题是，角色的位置是瞬移的，动作呢也比较生硬。上一个台阶还好，但很多个台阶连起来，整个上楼梯的过程呢就会非常的颠。玩过早期版本 CS 的人应该能明白那种感觉。因此在更普遍的游戏中，会采用第二种方式上楼，就是把楼梯的碰撞体积抹平。虽然肉眼看起来是楼梯，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斜坡，也完全可以实现楼梯的功能，又不会产生抖动，用起来非常的丝滑。那这种方法的问题是，角色的动作和楼梯是完全不匹配的。如果玩家在途中停下来，可能会出现一只脚悬空的情况。虽然这些方法都不算完美，但也没有看到谁因此感到不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游戏里的楼梯系统就再没怎么变化过。直到近年来随着游戏越来越多在细节上追求真实和沉浸感，有人就开始觉得，为什么不把上楼梯也做得真实一点呢？结果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动画。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在现实中，我们上楼梯，腿是驱动力，身子是跟着腿走的，而游戏中呢，腿只是挂件儿。即使腿不动，角色也照样可以移动，但制作者需要让动画看起来像是腿在驱动身体一样，这本身就不容易。同时楼梯的结构也很复杂，台阶可能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宽度、不同的斜度，这都会影响脚的落点。那么要如何把角色运动、动画和楼梯匹配在一起，让脚能够每次都精准地落在楼梯上，这在过去确实是一个技术难题。一些游戏为了能够准确地表现出上楼梯的动作，就只能把上下楼梯变成像爬梯子一样的固定动画，这个过程中玩家是不能操控的。真正出现玩家能够实时控制且精准的上楼梯动作，是电子游戏开始使用 IK 技术之后才成为可能的。IK 就是逆运动学的简称。关于 IK， 这里我就不展开说明了，你可以不准确地理解成正向运动学和现实中一样，就是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进行移动。而逆向运动学则是像皮影戏，是脚带动小腿，再带动大腿移动。游戏只需要知道角色脚的位置，就可以反推出腿和关节的状态。利用这个技术，游戏就可以实现逼真的腿部动作了。规则其实很简单，角色会实时检测地面高度和状态，尽量让脚去贴合地面。如果脚悬空了，就往下移；如果穿模了，就往上移。再利用 IK 自动控制腿和膝盖，这样就实现了可以自适应地面的腿部动画，不会穿模，即使站在斜坡上也不会悬空。而且更好的消息是，普通的走路动画加上 IK 之后，就可以直接适配楼梯了。之前说了，台阶就像一个障碍物，不管是高还是低，腿都可以准确的落在台阶上，然后再通过 IK 做出抬腿的动作，这样上楼梯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而 IK 虽然解决了之前的老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角色上楼梯的动作非常的怪异，就像我们走路不抬腿，蹭着往前走一样。而且只要遇到障碍，脚的运动轨迹就会改变，从而带动整个身体发生弹跳，所以整个上楼梯的过程也非常不安定。其实这就是早期版本的明朝和绝区零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上楼梯的动作之所以怪，因为这里用的本来就不是专门的上楼梯动作，而是角色的行走动作。
只是在走路时遇到了一个大的凸起，让腿抬起来了而已。而因为脚是需要先遇到障碍之后才会抬起，所以感觉上就总是慢了一拍，整体看起来就很不协调。我们在正常上楼梯时，脚步是先抬起之后再落下，轨迹应该是这样的。而在游戏中，脚因为一直在寻找地面的位置，所以实际上的轨迹其实是这样的。另外，如果只使用 IK 动画，之前说过的因为位置瞬移而导致的画面颠的问题又回来了，尤其是在快速移动时会非常的明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需要给上下楼梯制作专门的动画来匹配 IK 系统，但这无疑会给制作组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量，难免有些得不偿失。所以之前只有像2星这样的公司愿意在上下楼梯这件事上花这么大的功夫。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一般游戏的视角都是在角色的背面，从这个角度看上去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只有从侧面看时才会发现这些问题。毕竟谁会那么仔细的去看角色上楼的动作呢？二游玩家们无死角的欣赏自己的角色，也算是这些游戏的核心玩法之一了。因为玩家们的呼声，最近明朝和绝气灵都对游戏中的上楼梯部分进行了优化，但优化方式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为了解决镜头抖动问题，我们可以把斜坡和 IK 组合使用。比如在这里我放一个斜面，把楼梯抹平，然后让这个平面在游戏中隐藏，这样我们在移动时呢，角色碰撞体遇到的就是一个平整的斜面，而不会产生抖动了。同时我们再让 IK 系统无视掉这个斜面，也就是说脚步依然会试图贴合楼梯模型本身，这样就依然能准确的踩到台阶上。但是虽然镜头不抖了，角色模型本身还会有一些上下的跳动。前面说过，这是脚步 IK 带动身体产生的移动。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给 IK 加上一个阻尼，在移动时抵消一些脚步移动带来的影响，而在停止时再增强这种影响，让脚贴合在楼梯上，整体的感觉就会顺滑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当我停止时，角色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沉动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通过调整参数，我们还可以让这个动作变得更隐蔽一些。而这基本上就是明朝的解决方案，在原来的 IK 基础上对楼梯进行了优化。除此之外，明朝还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比如识别到楼梯时，角色的头会跟着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营造真实感，也是为了改善原来角色上楼梯时上身僵直的状态。考虑到明朝是开放大世界，楼梯数量会很多，工作量大，这是一个相对经济可行的办法。而绝情营这边则并不是在老的系统上进行优化，貌似制作组是给角色的上下楼梯专门配备了一套动画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角色在上楼梯时，脚步抬起的高度要比行走时更高，不再拖地，基本上就还原了真实上楼梯时的运动轨迹。而如果这里我们轻推一下 W 键，或者在上楼梯的过程中松开方向，角色会因为惯性向前迈出一步，而这一步的运动轨迹和之前上楼梯会是完全不同的。可以看到，这里的脚步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蹭着楼梯表面进行移动的。这应该就是优化之前用走路动画模拟上楼梯时绝区灵上楼梯的样子了。而现在游戏因为使用了一套新的动画逻辑来上楼梯，只有当我们停止运动时，迈出的这一步变成了走路的动画，而不是上楼梯的动画，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证明了绝区灵是给上下楼梯做了一套独立的动画。下面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这里我在上楼梯的过程中正好有一步迈得不够远，踩到了同一级台阶上，而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角色的动作是完全无缝衔接的。注意，角色此时还是处于低头的状态，也就是说还在使用上楼梯的动画，而不是走路的动画，说明这个上楼梯的动作不是固定的动画，而是可以根据地形实时调整的程序型动画。我想让大家特别注意这里，当角色刚刚迈出这一步，还在抬腿的时候，腿部的高度就已经比正常上楼梯要更低了。也就是说，在角色抬腿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落脚点的高低了，并改变了运动轨迹，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脚踩下去了，再测量这里的高低，再进行动作的调整。所以我猜测绝区灵使用了某种落点预测的技术，提前计算出角色脚步的落点，再根据落点的信息实时调整动画。而绝区灵的每个角色模型都不太一样，比如凯撒个子高腿长，穿高跟鞋，一些地方就需要进行微调，而越复杂系统调试起来也越耗费时间。所以之前在对谈节目中，策划说为了让玩家能控制代理人自由探索，制作组给每个代理人都重新制作一套动画，增加了很多工作量和技术难题，这我是相信的。上楼梯之所以成为意境难题，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一部分，更大的困难在于它的性价比太低了。即使花费了很大功夫，做出了完美的上下楼梯动作，它的功能本质上和斜坡式楼梯也没什么区别。
也不会对游戏性有什么提升。而游戏开发中通常希望把有限的产能放在更重要的地方上，比如核心功能开发、新内容制作和 bug 修复上。而像是把上下楼梯做得更真实这种需求，单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奢侈的事了。明朝和绝情不但把功能要做出来，还要进行优化迭代，也就体现出了如今的国产儿游对玩家意见和舆论的重视程度之高。上下楼梯虽然没啥实际用途，但只要玩家想要，它就拥有最高的开发优先级。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给我一个一键3连。我是石业，我们后会有期。